嗨，大家早安！刚做完早餐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吃完早餐之后呢，就要准备去赏樱了。其实我有带一张椅子啊，本来想带一张椅子出来坐在这边，隔壁的彩彩啊就在外面晒太阳，蛮舒服的。这休息站很棒，推荐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丹提。在影片的开头没出这句话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怪怪的啊？今天一早起床，往车窗外看去，哎呀，果然是路影情男啊！这个称号果然不是让得虚名。我想以后要祈求出门旅游的好天气，那就是全套录影设备带着，再用一颗打算边玩边录的心态，应该就不会碰到雨天了吧？都可以停，感觉好像随便都可以停。哇，现在才9点就已经这么多车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达就是北海道唯2的银白选景点日高的20间樱并木，在日高的境内。然后我们刚刚一路开过来，哇，到处蛮多车啊。今年它是有 Sakura Matsuri 的，今天刚好是第一天。然后我们刚刚看了，距离 Matsuri 的会场大概还要走1公里左右吧。那我们就往前走吧。啊，对了，它整条啊，这个樱并木啊，大概是7公里，我记得是7公里，然后有2000还是3000株的樱花吧，算是蛮壮观的。果然是樱白选景点。那我们就先往Matsuri会场前进吧。20间道路樱并木位于日高郡新 Hitagamaji， 是北海道著名的赏樱景点。而日高作为培育日本名马之地，当初这条道路的开拓，便是为了天皇亲自视察此区域的御马牧场所为。天皇嘛，微服出巡，怎可怠慢？所以大正5年便耗时了3年的时间，将临近山系的虾夷山樱大量的移植于道路两旁，最后就变成我们今日所见的樱花道路了。而这条道路之所以会被称作20间，则是因为此路的宽度刚好就是36公尺，为古制计算方法中的20间，因此得名。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加成，此道路自然是获奖无数。除了是日本樱花百选之外，也同时是日本道路百选及北海道遗产。每年都有约20万的赏樱旅客从日本各地前来，可说是日高最具代表性的春季景点之一。这条赏樱之路确实十分壮观，两旁所栽种的樱花种类有70%左右均为虾夷山樱，其特色便是花叶齐放。且与其他品种的樱花不同的是，虾夷山樱的叶片是一抹深褐色的红，相较于吉野樱更为粉红的山樱一起搭配起来，补入草地的绿与天空的蓝，整体就是一个饱和度拉向最满，构成一张由浓艳饱和色彩所涂抹出的壮丽风景画。每次逛Matsuri最大的问题就是
虽然是马子里，但是我都不知道该在日本的马子里买些什么，因为都一样，yakisoba 烤鱿鱼，然后 takoyaki， 大概都是这些东西。刚刚有一个很特殊的马奶啊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马奶，反正它就是应该是在地的农学校的东西，但我们要去排队的时候已经卖完了。GG。哦，这里有卖控宝，有卖昆布，在马子里卖昆布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不过这里烤的东西比较多啦，还有 hotate， 然后有滋补吗？哪里有滋补？有 hotate 有滋补。对，就是有一些贝类，有一些烤贝类啊。对啊，专业摄影师帮你拍照，编辑，哦，连拿大炮人都排队，那我们也排队啊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ぜひご利用ください。何名様ですか？2名様ですか？はい、順番でご案内しますの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はい、行きますよ。桜祭り。はい、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说到赏樱，与赏枫时是种截然不同的体验。相较于枫叶的静谧与秋天的萧瑟，在赏樱的时候，似乎总是热热闹闹的，人潮、祭典、野餐以及北海道人最爱的 barbecue， 无一不在这个短暂的樱花绽放季节簇拥而出。就连人生中最重要的毕业典礼，日本也都选择了在飘落的粉红花瓣中举办。樱花的美，绚丽又短暂，也许是这样子的转瞬即逝，同时代表了结束与开始。而在这交接之际，日本人选择用欢笑声来填满，我想这就是一种独特的日式浪漫吧。最后离开人声鼎沸的祭典区域，抬头看看从花瓣中洒落的阳光，突然有点感动。这是被疫情影响2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受到行动限制的日本黄金周。虽然我一向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，但今天不知为何，当望向眼前亲子同游的家族、对视互动的情侣夫妻，仿佛被那口罩所藏不住的开心感染一般，嘴角也不禁微微上扬了起来。2年了啊，我们应该用人类最强的适应力，克服病毒的恐惧了吧？
来到这个鹦鹉马公园，就在离开20间樱木庙回去的路上。那这边好像葬了一些，就是他们一些赛马的名马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马。妈妈，它叫什么名字 ？Tesco Ball 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是这只鹿毛。这个是对啊，就是这只啊 ，Disco 男孩。然后这个是他应该是退役之后他育种下去他的系列，对，他的小孩。通常这种赛马，他育种下去的马也都是赛马。就他们其实比赛的生涯都不会太长，然后退役下来之后，对，退役下来之后就会变种马，然后就会育种他们的小孩这样子。24岁。好啦，其实还是不知道这匹马是谁，又胡乱讲了些不知道正不正确的资讯。总之有错的话，就请在留言区跟我说吧。这个鹦鹉马公园也确实名副其实，有鹰又有马，虽然是同项了，但在樱花的陪衬之下，也是英姿焕发。据说在整个日高郡内，还有许多像这种退役名马的墓地，在道路休息站也有相关的名马墓地巡礼之类的地图可供索取。如果你是个对于日本赛马很有兴趣的人，相信一定会想要来这边圣地巡礼一下的吧。結構好きなやつ。来北海道玩，就是要到处走走逛逛吃冰淇淋。那我们现在在那个新冠的米奇诺 Eki 里面，哇，这个米奇诺 Eki 超级多人的，竟然停车竟然还要排队啊！赶快吃冰淇淋，这牛奶味道这好吃，很不错，224块，对，便宜啊，300多。布丁，这也要80块，看没有？不到100块哎，超扯的。第一次买到，第一次吃到不到100块的布丁，看起来不错啊，蛮吃饱上路。离开了日高境内，嗑完了荞麦面与在北海道旅行必吃的冰淇淋，我们再度转入海岸公路。眼前湛蓝的天空与海洋，仿佛就像要补足昨日的遗憾一般，毫无保留的用它们最美的身姿呈现在我们眼前。这条日高的西海岸公路与道北的海岸段有些许雷同，同样都是少了3侧的断崖，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展望视野。而不知道是我的错觉，还是真的今天天气太好了，总觉得太平洋是不是要比日本海更蓝一些啊？这边呢是我们日高赏樱行程的最后一站，义经公园。严格上来说，它位于沙流郡，已经算是离开日高了。不过，既然在回程之中，就还是把它当做这趟日高行的收尾吧。在北海道似乎有着许多关于源义经的传说，像我们之前去过的神威甲也是，而这些传说均与爱奴族有关。虽然我是觉得以义经的时代啊，北海道
理论上应该还是个不毛之地吧。易经是否真的逃亡或有利于此，还真的不好说。不过也拜这些传说之赐，让北海道有了一些有着日本古式风味的建筑，增添了一点日本历史的风味。不然北海道真的可以说是日本历史的沙漠啊！回到主题樱花，易经神圣的樱花比起赏樱大典确实要稀疏不少。不过因为位于观光景点之外，且在神社的熏陶之下，多了不少幽静的气氛。附近也有公园，坐在樱花树下，在鸟声与踏实声中，稍微冥想一下人生，其实也是很不错的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趟的日高旅呢，就差不多要到一个段落了。如果呢，你也对于日高这个地方有兴趣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规划行程的话，欢迎你就参考这2支的影片，把它全部照抄起来，相信呢能够带给你一趟非常值得的日高初体验之旅。后面这棵樱花树真的是蛮漂亮的，我自己蛮喜欢日高这个地方的啦。也许今年有机会的话，会再来露营也说不定。OK， 那我们等等要继续往北前进了。我是丹提，我们就下个礼拜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单体频道可以从会员栏，只要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够看到所有的会员的福利。当然，这个福利是会变动的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只会变多不会变少。所以你如果喜欢这个频道，想给我一点支持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，请单提每个月喝杯咖啡吧。